行道路上的坎坷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掌声请上他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李31岁，来自北京，职业 IT 编程；女主人公小梦来自辽宁，职业是酒店前台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你好，你好，嫌他邋遢是吧？特别邋遢，让我难以接受。他邋遢到什么程度？你给我们说说吧。因为他是做电脑编程的，半夜有灵感了，他就会起来去做他的工作。做完这个工作之后了，他肯定会晚上饿吃一些东西，桌子上面、电脑上面、键盘里面都会有一些。你改变什么了呀？不是，我真没弄明白他到底哪儿不好，你说给我听听。我就告诉他，你一定要睡前洗澡。基本上等我睡着之后，人家根本就没洗澡。我睡前不洗脚，我特别受不了。是吗？我觉得现在不是，已经改掉了，改了就好嘛。还有我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因为我家那个地板是这种一块一块的，然后我就会跪在地上擦。每次我一擦地板的时候，他就在那地上溜达来溜达去的，然后我就特别生气。刚擦完你又踩脏了。我来回溜达是因为说，我本身是做编程，那我可能我坐在那里我想不出问题来，来回走对我的思考有帮助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我们俩在同学聚会上认识的。你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接受一个头发打绺的男人呢？因为之前可能没跟他生活在一起，然后不知道他这些。可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就感觉他这人怎么那么邋遢，就感觉我特别受不了。要以后生活这样的话，真没法。你们现在不能分开，是谁不愿意分啊？我们俩都不愿意分。你们俩都不愿意分，然后又不能为对方改，他不能为我改。他对于家庭卫生的处理，已经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。从他开始收拾我的家庭之后，我身边已经没有朋友敢上我们家了。本来我们家是一个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啊，本来是这样一个地方，结果现在变成什么了呢？就是所有的朋友告诉说我不敢去你们家，原因是你们家都成为一个无菌实验室了，我们进去就是病毒入侵。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的朋友去了，就是坐在一起聊天，然后可能嗑点瓜子啊什么的。因为我知道他的习惯，所以我尽量的把瓜子皮什么的都扔到了垃圾桶里。但是掉出一点点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拿铁条扫。然后如果掉到桌子上呢，他要拿抹布擦，也不管别人在不在。姑娘，你这么干，你觉得累吗？你告诉我。为了健康嘛。不是你觉得累吗？不累，特别有成就感。好，那你现在要求他改什么呢？以后不要那么邋遢。这事儿大吗？大。解决不了是吧？解决不了。就非得让他们解决是吧？对。那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吗？我慢慢的在改变，我也希望他不要做到那么极致。你们俩就这个样子，感情能好吗？
我觉得很好。怎么好啊？说给我们听听。其实他对我的关心很多，比如说就是他有时候上班大概是9点到10点才会下班，他知道我平时做东西可能就是从冰箱里随便拿一口东西就吃了，或者是随便泡方便面，然后他不管再累怎么样，然后他一定会做出一些吃的来，我会觉得很温暖，因为他愿意为你做东西吃。还有呢，感情好的另外标志是什么？你说说，我听听。因为我感觉他特别体贴我，有的时候我下班特别晚，他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告诉我，直接就跑到我单位去接我，然后我就感觉特别感动。还有就是那会儿我脚崴了，他知道了之后，就跟单位请假，连班都不上了，然后就陪着我去医院呐。特别冷那会儿冬天，然后他就坐在地板上给我缠那个绷带，这不挺好吗？那你们还折腾什么呀？这些生活习惯上的差距有些无法接受了，因为你什么接受不了？他已经到了就是太极致了。如果我们出去吃饭，一个女士一侧身，那意思是你开门，那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去开门，他应该很有绅士风度。这个时候，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他从来不会去拉门的把手。有一回下雨，他到家门口了，给我打电话说你还有多长时间到家？我说我还有15分钟。外面下着雨，他拿着伞在雨地里站了15分钟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，他说没有人从里边出来，他不想去拉门的把手，那样手会脏，就等着我回去，然后把门打开，然后他好进门。那门多脏啊，多少个人碰啊，多脏啊！我肯定不会自己开啊。我觉得他对卫生的要求有点过分的追求了，所以我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是真的吗？啊？你们家谁有这习惯啊？就我有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好久了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这样。听老师们的话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反而觉得这一对很严重哎。哦。我不觉得这是件很小的事情，吃喝拉撒、柴米油盐、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那个是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他们两个其实面临的就是该怎么过下去。你们今天来到台上是想解决什么问题？我就是想让他为我改变一点。你呢？我希望他可以不做的那么极致，他只要不那么极致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一些东西，我可以接受一些改变。你不觉得这样生活很难受吗？你为他改变，你还能继续为他改变下去吗？因为他今天来到舞台上，他又觉得你为他改变的还不够。我觉得我距离他的要求太远了，我也变成一个有洁癖的人，那样的时候，可能我能达到他的要求的。我觉得洁癖的人很多，但像你那样已经有点过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去调整一下心理？我觉得真的说心里话，我们都会认为你过了，不是说只是说我爱干净啊，是真的过了。我相信任何一个男生跟你在一起生活，压力都会蛮大的。要是我真的会过不下去。老公，你老嫌我，他老嫌我乱放东西。我算是什么都讲究要放得工整，但是我相信就是生活当中应该随性一点吧。你太过相信自己的心理习惯了。对，我觉得女生应该从自身的，因为我听上去男孩子没有太多问题，并且我跟你讲，你找了一个 IT 行业的，我们认识的大部分 IT 行业的男孩都像他这样，就忽然会想到什么可乐啊、薯片啊，床头放了一堆，然后打字的键盘上面都是食物。我真的不骗你，好多 IT 行业的男孩子都是这样的。我最受不了他这一点。我那桌子刚擦完，没到1个小时，直接那上面什么都有。我一上班，我辛辛苦苦工作，他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这是可以改的，对吧？发现不同其实是婚姻关系里面必经的一条路径。谁都是带着20多年的经历和生活习惯出现在另外一方面前的。关键是我们如何发现这个不同，并且如何互相去包容。你的要求点很明确，让对方做修改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自己需要改哪些事情呢？爱干净好事儿，对健康有利。矫枉过正，它可能就有可能是心理问题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这有可能的一种病态的行为，不光影响你们恋人之间的关系，你正常的生活社交有没有影响？我问你一个细节。到了公司门口，如果万一没有男同事经过那个门，你怎么打开呀？门口有保安。保安帮你打开。对。你有没有会因为类似这种细节问题导致工作上的一些困惑呢？好像没有吧。
你的周围也是真空的。它可以垫着纸巾进去，或者是如果里边有卫生间，它可以在开开门之后马上去卫生间洗澡。我问的再直接一点，你有没有因为你自身的这种习惯，导致同事之间的关系僵化，或者说影响你的工作上的某些细节，有没有过？我可以先忍一下，然后马上去洗手间洗手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你可以先忍一下，然后自己去处理，对吗？回到你们恋人之间的关系，那是同事之间，你这以后可能我们俩结婚变亲人了，那能一样吗？我包容他那么多，他就不能为我改一下吗？你包容他什么了？你让他洗手之后要上床，然后而且是摸着黑的，他可能得上几遍才能上来。你包容他什么了？我不是希望他卫生一点、健康一点吗？所以你看啊，同样跟同事跟你没有什么爱的关系的同事，你都可以先忍一下。为什么到你爱人面前，你却不能忍一下呢？忍不了。这以后要是结婚了的话，那我得忍。咱不说以后，你忍不了还能结婚吗？咱先说现在，你为什么不能忍？你好好想想你的问题，为什么一定要对方去迁就你，去包容你，而你自己不能做一些让步，去改一些？我如果向他那边靠的话，那肯定不健康不卫生啊。你们俩目标点是在中间，或者甚至于是偏向你，他可能做的更多，他改变的更多，而你只要稍微改一改，回到我们都觉得可以接受的那一步，其实你就做到了。男孩，其实你有一点点的问题，比如说吃瓜子儿，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才能全陷到那个键盘里呢？为什么你几次的键盘都会被他去做卫生呢？因为你说了一次不改，两次也不改。他的确有一些过分的地儿，但是你不能只拿他过分的地儿来掩饰你自己的不足。你只要做一些调整，让他看到了你在改变，其实他也可能也会主动的去改变了。邋遢大王遇到洁癖小公主啊，那个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也很羞愧，因为我在家我也挺邋遢的。像我们这种宅男的键盘一般都很脏，也就是必须要定期去清洗。我一直觉得吧，绝大部分的男人在家里面都是病毒源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但最难改的是什么？是生活习惯。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你改生活习惯，愿意为你每天洗澡、洗脚、洗这个洗那个，那他就几乎是愿意为你去死了。真的，我现在看来，他是愿意为你去死的，你是不愿意为他去死的。其实很简单，你觉得他没有改吗？他很容易改。你说那几点，那个键盘上脏对吧？键盘不是有那个保护套吗？以后用保护套行吗？屏幕我们贴一张屏保，隔一段时间撕掉嘛，行吗？可以。他现在跟您说的好，回家也不一定什么样。问题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男人确实应该是每天洗澡、每天洗脚，这些你说的都对。但是你不要拿自己对的东西，拿别人做错的东西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缺陷。不是说人家错了，你就一点错都没有。你要正视自己身上是有问题的。在那么多朋友里面，有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不敢去拉门的把手的，不敢去按电梯的按钮的？你认识的人里面有吗？没有。你只有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时候，你才能正视它，你才会去做调整。让他改是对的，你可以让他改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你可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把它列出来，但是我建议你自己心理健康这个问题要去调整一下。你老说要健康，要健康。那你自己内心的健康呢？我建议你好好的想一想。杨洋老师说，衣食住行这个习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是非常赞成这句话。如果夫妻之间因为生活价值观的问题不能走在一起，那叫道不合不相为谋。但如果因为衣食住行而不能走在一起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不够爱。我是有洁癖的。我摁电梯，只要手上有车钥匙或者是笔，我一定去用那个去摁的，我不会用手去摁。但是我还没有到达他那种极致。陆琪老师，能理解我的想法吧？我能理解你的想法，我没有到达你那样的境地，但我也很爱干净，我深深的能够理解你的苦恼。我是地上不能有一根头发丝的，但我们家小丸子他就不是这样的。他也是属于跟他一样，你比如说削个黄瓜皮，我们就会对着这个垃圾桶削啊，一块一块掉进去。他不会，他就对着那个水槽啊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那水槽全堵了。每次都要说他，我不胜其烦。
我深深能够理解你的苦恼。刚刚拖完的地，刚刚吸完的，他蹭蹭蹭就跑进来。但是想一想，像你我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会找那样的一个伴侣呢？这背后是有规律的。任何一种衣食住行的背后，今天是俩病人的对话。对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2个病人有2个好妻子就可以了。最后一句话说的挺好的，这俩病人有一好妻子。当然，我想这个病人都是打引号的。刚才涂老师那段话，其实我最想问他的是，你是怎么把你老婆搞定了，让她能接受你这个的？这是他需要的。那我就说一说啊，事实上到现在，我们还会为这个问题时常会有所争吵。你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晚上吃夜宵，我就绝对不允许在床上吃夜宵的。我哪怕饿着，我也不愿意把床上吊上一点渣儿。但他喜欢吃，那就只有我干，那就没有办法。但是他也有一点难能可贵的地方，就是每一次我在这个外面做完节目回家之后啊，家里总是一尘不染。他会给我惊喜哦，但是当我刚刚夸完之后，坐下来不到10分钟，我就发现那只是表面上的干净，很多东西都塞到到处地方去了。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愤怒，我反而会觉得他为了我能做这10分钟的妥协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所以这个关键点你听明白在哪儿了吗？就是对方如果没你那么高标准的话，那你就自己去行动吧。当然你那个就得按涂老师的媳妇儿那样去做了。所以我还是说小问题，关键就是涂老师说那句话，你们的爱够不够支撑着往前走？好了，一起进入接下来的黄金60秒。我希望我可以找到的是一个爱我、关心我，甚至很细心的女孩。我认为我找到了，我只是希望她的要求可以降低一层标准。我一直以为我们俩的感情没问题，但我希望你能为我改一点儿，就算一点点也好。我每次一打扫完卫生，我希望您会保持一下，不要说我刚打扫完，你又弄得哪儿都是。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呢，我根本就接受不了。你们说那些话一句都没听进去，看见没？愣是什么都不听。你换一种表述方式试试呢？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但是我还是爱干净的。你弄得多乱，我都给他打扫。为什么不能这样呢？你换一个方式说不也就行了吗？我争取按你的要求去做，我做了，但是有时候确实我能力差点，我做不到，请你原谅我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两位请回吧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！当你们在很多生活习惯不合的时候，你们会要求对方改变吗？选择支持就是我会要求，选择反对就是我从来没要求过。来，各位请表决。我谢谢现场观众朋友的坦诚。大概人呐，做事儿的时候都会这样，说起来都很轻松，真做的时候，你看，71.43%的现场观众都会向自己的那一半提出来说：“你改变吧。”但是我们恰恰说，让一个人改变是非常困难的。来，各位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洗手了吗？洗手了吗？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，我都会坚持到底。为了你，我情愿画地为牢。哎，姑娘，人家要改了，你怎么办呀？那我就勤劳一点儿啊！我不抱怨了，我勤劳一点。不然你以后啊，要学会表扬别人。当你的丈夫为你改变的时候啊，为你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的时候，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改变，你都要表扬他。就是好丈夫是夸出来的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感谢天津通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钻戒，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，表明在你的世界里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等一下啊，急什么呀？站起来。
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俩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恭喜你们，祝福你们，请回来，请回，恭喜啊！